泽连斯基签署法律，永不与普京谈判。俄罗斯表达了同样的决心，双方再无退路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近日，泽连斯基签署法令，永不与普京谈判，而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要等待下一任乌克兰总统。之前，普京签署了关于接纳所有4个乌克兰地区加入俄罗斯联邦并建立俄罗斯新主权的条约。也就是在同一天，泽连斯基签署了乌克兰申请以加急的方式加入北约的文件。虽然北约明确表示目前没有条件接受乌克兰的申请，但是乌克兰方面似乎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展示其决心和强硬。另外，乌军在整个顿巴斯和赫尔松地区的攻势呢也非常猛烈，俄军则死战不退，双方在军事层面的对决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。俄罗斯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过去了8个多月，估计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一方面，俄罗斯军队未能快速地完成其军事任务，战争长期化、焦灼化令人意外。另一方面，这场战争的目标似乎也跑偏了。俄罗斯正在把特别军事行动变成一场卫国战争，而且出现了乌克兰4个州将并入俄罗斯联邦的情况，并扬言有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来保卫其战争成果。目前，乌克兰似乎信心满满，除了乌军不断发动反攻以外，泽连斯基甚至还启动了快速加入北约的流程。泽连斯基表示，只要普京还是总统，乌克兰就不会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对话。这一切都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双方不但没有条件进行谈判，似乎也不给对方留退路。这场军事冲突正在转变为一场长期的鏖战，这将对全球战略格局造成严重冲击。首先，普京批准乌克兰4州入俄协议，意味着开疆扩土流程的启动。只要经过议会的审批，这场战争将变成卫国战争。俄罗斯人民将有义务保卫新增加的国土，这将极大地解决俄军目前在战场上面临的兵力不足等被动情况，也方便普京进一步提升其全面战争动员，包括整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。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保卫4州土地的成果。所以，普京的决心意味着对俄乌冲突没有接受失败的可能，也不给自己留退路。普京说同意与乌克兰谈判，但是不包括这4个州，这是泽连斯基无法接受的。其次，泽连斯基再次强调要加入北约，表示乌军已经实现了北约化。同时，乌军还在顿涅茨克和赫尔松等地呢加强进攻，证明乌克兰继续选择使用军事手段，而不是谈判来解决这场危机。说实话，如果泽连斯基政府接受俄罗斯的条件，那么他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。就泽连斯基政府而言，继续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，通过军事进攻挫败普京的计划，已经成了其当务之急。可以预见，俄乌冲突将继续围绕红利曼、赫尔松、扎波罗热等地继续上演激烈的对决。这是一场必须用流血才能解决的冲突。最后，西方国家也不会给俄罗斯退路，甚至有人主动断了普京的退路。从北溪1号、2号管道被炸，到西方援助乌克兰军火的不断升级，再到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开始发布公民撤离通知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根本就不想给普京退路，也不愿意让乌克兰与俄罗斯重启谈判。特别是北溪输气管道被炸后，又断了普京通过能源拿捏西欧大国的筹码，破坏了促进俄乌会谈的重要基础。总体来看，俄乌冲突目前已经失去了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。这场战争似乎只剩下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一条路可走了。对中国而言，关键是要做好准备应对欧洲方向危机的长期化，站稳自己的立场，维护好
自己的利益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